说实话，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感到很遗憾。我在2011年、2012年，我当时刚到农业银行去做首席经济学家的时候，我在很多场合讲，我说中国的房地产不能这么搞。2012年的时候，中国的商业银行疯狂地向房地产行业贷款，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次，30几个银行的董事长在一起开会，当时人民银行的副行长也是非常有水平的一位杰出的女性吴小玲女士参加会议。她在会议上讲了一句话，她说：“你们今天这些董事长，你们今天干的事情，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正确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未来你们会反思你们现在在发疯。中国今天房地产市场的困境谁造成的？这不能怪某一个人，这也不能怪某一个部门。我们最高峰的时候，中国社会融资总额42%给了房地产这一个行业。亲爱的各位嘉宾、各位道亲，这能持续吗？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透支了。我们今天房地产成了整个中国经济，很不客气地说，最大的拖累。地方政府的巨额债务，众多家庭的巨额债务，银行的巨额的不良贷款。而且这个房价什么时候能够止跌？中央提出的要止跌回稳。我非常坦率地告诉各位，我认为止跌回稳少则3年，可能还得5年。我们看看日本的经验。我前面讲，我说经济是有规律的，经济是有规律的。那么经济的规律告诉我们，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的经济的调整了多少年？调整了20年吧。所以我想，我们过去，我不好意思说，我也没有资格说我们犯了重大错误。但是今天我们必须承受这个代价。我们房地产最高的时候市值，号称已经超过400万亿，有人说甚至是500万亿人民币。我们要跌去一半。各位企业家朋友，中国经济会面临什么样的格局？所以这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我们现在很着急。我们现在很着急啊。我们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基本的问题就是这个内卷的问题， PPI、CPI 持续的下降。当然，企业的内卷从供给层面，从需求层面，我们的需求不足。我们的需求不足其实很简单，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收入，我们的预期很不乐观。我们中国人的收入，全世界每个人的收入，简单的讲就是3大类收入。一类收入是叫工资奖金，对吧？这是一类收入，叫工资奖金。第2类收入是什么呢？第2类收入就是我们讲的叫投资性的收入，你要买股票、买债券，你能够获得收入。第3类收入叫财产性收入。这3类收入我们今天都是很不乐观的。所以我这里讲了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基本的困境。这里面有点学术性，这个字儿也有点多。但是我希望把这个逻辑告诉各位。其实我们看病，当然了，我们经济学者可能包括我在内，很多也是庸医，也不一定看得很准。但是我们努力试图在看病。总需求不足，供给就是供给过剩了，产能过剩。中国几乎每一个行业，大多数行业吧，都是产能过剩，所以疯狂的内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么由此导致的总供给总需求的失衡，通货收缩。通货收缩的表象就是价格持续下降，企业的毛利率、净利率持续下降。说实话，各位，我们股民都抱怨中国股市不好。作为股票投资者，在中国很可怜。
我碰到几位很资深的炒股票的人说，在中国的股票投资就是一个 game， 玩游戏，看玩谁玩的水平高。说中国没有办法做什么价值投资，为什么？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不赚钱，怎么价值投资啊？所以这个里面的问题，当然我们找到核心的点在哪里？核心的点，我认为今天的核心的点就是消费不足。消费不足的原因就是：第一，收入增长放缓，财产收入萎缩，房地产泡沫破灭，资产负债表衰退，分配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不够。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呼吁，我们中国的社保的覆盖水平、医保的覆盖水平太低了。我们能不能把那么多钱，每年拿出几万亿，就把老百姓的医保、社保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这个我们算过账，不需要太多钱。我们能不能拿出一些钱来，把整个教育的问题彻底解决，能够实现从幼儿园到大学基本全部免费？我们这些年在基建也好，房地产也好，其他领域，我们所谓的无效投资，我们浪费了多少钱呢？不好意思，我在这里我不是要批评我们的企业家啊，这是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了，要降低无效投资。我们那么多无效投资，我们如果拿来解决了社会医保的问题、社保的问题、教育的问题，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他不就消费了吗？这是人性。人们之所以不敢消费，比如像我这样的，我要想到养老的问题，我要想到就医的问题，我能够放胆消费吗？所以这个里面的问题其实很清楚。所以我这里讲的，中国经济今天有一个很危险，就是负循环。我不好意思说恶性循环，我不好意思用这个词儿，我用负循环。各位企业家，我认为今天中国经济已经陷入这个循环，我是很着急的。说实话啊，我是很着急的。什么叫负循环呢？消费不足导致企业销售不畅，营收和利润下降，营收和利润下降就会削减投资和就业，就业和投资和就业下降，消费会进一步的下降，企业经营就会更加困难。怎么打破这个负循环？所以我一直在提倡，我说我们今天必须要有超常规的政策，关键的变量是居民消费。我们能不能拿几万亿把社保、医保、教育的问题彻底解决了？我们为什么不能下这个决心？我们今天对债务的认识，我前面就在一个很长篇的采访里面我讲了，我说我们今天对债务的认识需要突破认知。在一个主权国家，尤其在中国这么一个政治非常稳定的一个大国，我们需要突破认知，多发一点债没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我认为我说目前的问题是政策方向基本对头，但是力度严重不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5月份的数据很不理想，我想6月份的数据可能更不理想。说实话，我没有资格，我也没有能力，我来说企业家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太多的案例，有很多企业家陷入困境，就是对宏观趋势的变化、宏观政策的变化基本上没有感知。最后很多企业家把他们的面临的困境归咎于宏观政策的改变。但是大家知道，宏观政策的改变它是针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它不可能照顾到每一个具体的企业。比如说房地产讲3条红线，我有好几个朋友，只要一见面开始座谈，就非常愤怒，说房地产市场本来非常好，搞个什么3条红线，为什么要打压房产？听以后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我等他这个情绪平静以后，我会非常冷静地问他一句话，我说
那你觉得房地产这个行业像这样狂飙下去，它能够持续吗？我的一位好朋友孟小苏先生，他比我大，我叫他老大哥。他也一直在讲说，今天中国经济还是要把房地产市场重新搞火。有一次我就问老大哥，我说请问需求在哪里？人口在持续的下降，出生率在不断的下降，人口在老龄化，请问最终的需求在哪里？